那么我们就直接来看新卡。对，那这边已经更新过了，部分是雪雪自己翻译的，部分是我们官方已经出了正式的中文版。好，那么呢，来看一下第一张坚定的炼金术师诺曼，这是马纳利亚的巫师。入场取土之秘术一，指定一个模式并发动该能力一，召唤一张守护者具象到自己的战场上，使其获得障壁。对，这就是康快用的，但感觉呢不一定会开啦。对，第二个由自己的牌堆中抽取3张卡片，这个你能6费丢下去直接过3张牌，那是当然是很强。如果你的手牌没什么好东西，那你会开2，对，还不用压进化点，强，很强。再来3，回复自己的主战者4点生命值啊！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巫师呢，以目前的环境来讲，如果你没有抽到离光的法术卡，那基本上呢，常常前期头就快爆开了。所以你这张6丢下去，算是很开心的补足了你6turn的节奏。对，就是你可能就可以把威廉丢掉了哦，不一定啊。对，然后你又可以一回合内直接最多回8点血。你不说你是巫师，我还以为你是主教呢。对，然后进化时又可以再发动跟入场曲相同的能力，那使这一张卡的灵活性变得更加高。虽然说正常能力不怎么样，然后也没有就是接场能力，对，但是呢，你可以扛快，你后续再搭配9院跟其他的东西，就会变得非常的有用，就会变得非常的有用。所以我觉得这张强卡，对，巫师阵都出一堆强卡。来第二张是正式的官方名称，星魂武艺加尔拉。那加尔拉也是我们1代就已经出现过的卡片，就是能力跟现在差不多，也是可以打你2拳。对，那这一次2代的功能呢是入场时指定一张自己手牌中消费5以下的创造物从这，将其复制1张并召唤到自己的战场上。我觉得可以直接复制不耗手牌的这个功能，真的是很强很强，完全没有亏手牌。然后再是说，就目前复仇6费通常会放的就是西尔维亚嘛，就做一个双解之类的，或者是就是开天宫。那加尔拉的出现，如果你前期已经就是去做出一些小飞机，我们就可以一直背它。然后超进化时，它可以进行2次攻击。通常我们会进行2次攻击，就是比如说对方铺满场，你想去做一个双解的情况下，你去压制超进化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那如果说你后面的就会变成解场压力要先解到加尔拉。那如果你今天开了一只扫场，那你没办法做到单解的情况下，你就必定会留下其中一只，那就会变成说蛮考验其他的职业啊，在6turn的解场能力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同时解掉它，因为它进化后会是一个87体质，5+3=8吗？对，87体质，对，确实蛮87的。到时候就是，如果你解不掉它，它会灌你2拳。可是你如果只能解它，又会被小飞机打，真的会蛮看你到时候的解场能力。超进化是有机会压给他的，没错。然后再来呢，下一张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学学翻译的，对。它是3费银卡巫师法术混沌烈焰，此卡的 X 从0开始，魔雷征服 X 加1点伤害，它会分配 X 点伤害给敌方场上的从者。那这张基本上前期不会留，你应该会就是让他自己上手，然后你在刷魔力征服的时候可以拿来解场的一张卡片。对，这个我们前期不抓，但是后期太晚来你也会觉得没什么用，就是一个需要刷征服的卡片。对，但确实巫师前期不会抓，巫师前期一定抓抽牌。好，下一个是我们的中立同卡法术二费的反向改变，选择场上的从者使该从者获得+2减2。那这个会用的状况有2种，以进攻方来讲，我们会找一只有2血以上的即时怪。对，例如说你去打一个速攻牌啊，你就可以考虑去
压完进化点之后，还是说你的体质本来就超过2血，然后你再去压一个反向改变去做一个疾驰走脱，这是其中一种用法。另外一种用法呢，是我们前期在扛快用，我们可以直接，因为像前期目前像不管是人偶球还是皇家，它的体质基本上在2turn 3turn的时候，很多都只有2血，那你可以把反向改变直接压在它身上，它就会变成就可以直接直接被破坏这样。也就是它体质减到0的时候会自动被破坏，对，那这个效果非常像我们之前的饥饿绝劫二阶，对，它也长得紫紫的，感觉就是一个小型版2阶的感觉。这张应该是会考虑放构筑。好，那下一张是我们梦魇的6费银卡失魂战士，他是梦魇的从者，入场曲会召唤2个腐臭的僵尸到我方的场上。那腐臭的僵尸是他的 token， 谢幕曲会召唤1个腐臭的僵尸到我方场上，使其失去谢幕曲。那这个是在会需要葬送 and 死灵术的体系会用到的东西。对，然后这一张的用法通常就是你会拍本体下去，然后去做一个大场。对，那做完这个大场之后，因为它谢幕曲会再叫一次，所以会导致对面，如果你想解那个腐臭的僵尸，你就要解2次。对，你就要解2次。那如果呢，我们的基本上啦，因为解掉你一定还会跳嘛，算是一个阿波罗也解不掉的场。对，阿波罗也解不太掉这个场，那一定会留下一点怪。我觉得以梦魇的从者来讲，算是一个蛮有用的东西，蛮有用的。不管是拿来堆木啊，还是拿来战场啊，还是让对方就是解不掉，让你稍微可以抢点血来看，其实我觉得都还蛮有用的。好，那下一张是我们的皇家金卡，332的体质归剑公主罗杰。爆能强化5，由自己的牌堆中抽取1张消费为2以下的皇家后卫从者卡，并使其消费转变为0。对，那这张其实可以搭配蛮多东西的啦。对，虽然说你会不会拍着爆能强化5，其实是没有说一定，因为爆能强化5，你只丢1个罗杰再加1个东西，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少。但皇家护卫确实又是5特没什么东西可拍的状况，所以如果说你能够带一个，例如说奥罗米纳斯上来，再加一个骑士，那其实我觉得是还算不错的东西。对，因为它就是限定消费2嘛，那我们到时候就是要看新卡有没有补更好的消费2。不然我目前想到比较好的消费2就是像异端武士啊，还是说卢米纳斯等等的。对，但异端武士在我们5turn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超进化捷径，所以这时候拉上来其实会有点偏尴尬。因为你说一个2-1途径能解掉什么吗？如果没有带必杀会其实很尴尬。但罗杰它本身因为带3-2途径的关系，所以它其实也算是一个还算不错用的结场卡。对，那假设说我们5turn遇到王断天宫加1费好了，1费小牙签全部去播个场，那其实感觉还是会比较想要阿波罗啦。目前体感是这样，但你要说没用嘛？以金卡的体质跟金卡能力来讲是有用的，对，是有用的。对，那目前它的使用方法，我觉得应该会在比较高费用才会可能考虑去使用。因为它要对已受伤的从者卡进行攻击才会破坏交战对象，那等于说你前一turn可能会有没打死被偷血的状况，你才可以就是途径直接走一个破坏。那你说不强吗？不会不强，它一定是有一定强度。但你要说超强吗？其实也还好。我在想，可能是1代皇家出太多有用的卡片了，所以2代的卡片就把它做的比较中规中矩一点。我觉得5turn哦，如果你要跟那个目前的皇家红卡去搭配，我觉得还是会放卢米纳斯法师。因为他5turn只能叫2只怪，他的不管是场压还是什么，其实我说真的对皇家来讲，帮助性就普通。但是皇家5费真的也没其他好东西。如果你是想要走那个主动去结场做场优，以搭配那个你6turn军犬啊、7费杰诺啊、8费阿玛利亚来讲，它是不错的节奏卡。对，但是你就是不太能强求说你要能留到什么场，基本上是留不到什么场的。留不到什么场的。对，他介于普通跟强中间。就你说他的能力强吗？挺强的，
但你说对武藤的皇家有用吗？我蛮老实讲，没什么用，就不它有用，但不够有用这样子。对一个皇家玩家来讲，我不觉得它没用，但是对武藤的一个需要稍微去做一个铺场，让对方解来讲，隔壁那个改进天宫加开伽马，感觉更有用一点。嗯嗯，那是可以单解，但你因为它本身自带途径，你有可能3turn就丢下去解对手的傀儡师还是什么了。对，所以我说3turn这张好不好？我觉得不错，至少你可以不用交瓦路兹之类的，你瓦路兹可以再扣一下。对，但是这张就是你不管你要去解谁，基本上都算是没了。你还要刚好搭配到这个已受伤，可能要搭阿波罗之类，那也是后6turn之后的事情。重点是你还只能解一只，那不可能。可能以结场能力来讲，巫师那一张法术可能又比较的强一点。嗯，对啊，那可是你要搭配到2张以上的牌，你才能去解一只大怪。其实也不太会是你6turn之后想做的事情，就这点我会觉得稍微微妙一点点。就我觉得前期当节奏卡牌是不错的，要不能强化我再拉一张，就我们之后就看看皇家会增加什么二费的从者，有没有更有用的。目前想到就是可以打协助的，就是卢米纳斯，或者是你比较后期一点呢、你想搭一只必杀，你可以去搭一段武士，本身以这个能力来讲，我觉得是强的。对，但本身正常能力稍微显弱一点。好，那最后一张，这一张是我们1代的铜卡人气角色。对，这个他现在过了9年，终于变成金卡了。对，那他以前的名字叫暗魔女将，那他现在叫做木叶魔将艾瑟拉。入场驱使这张卡获得加 X+0，X 为自己的战场上的其他从者卡张数给自己的主战者2点伤害，即持。这张卡就是蛮明显是给快攻体系在玩的，就是新玩具。对，优点呢？优点是你如果前期呢非常顺炸天铺了2张0元，那你就可以呢，直接做一个4+4+1 9点。你可以在4turn去直接塞一个9点伤害，对。然后如果说你是抽到后手还可以进化的话，对，就是11点，对，最大点数可以拉到11点。那其实很多职业都已经半残了，那你这时候后续再搭配个什么蛇啊，然后再搭配个狼哥啊，那其实就是去灌一些直伤，那其实对面头就没了。但比较担忧的是，如果盾交起来，它伤害是灌不进去的状况，那这张卡就会比较，就是没有什么地方能用。所以现在我觉得能不能用到这张卡，还是要看盾教有没有起飞。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能够偷到血，你必须在维尔伯特出来之前，甚至说我们就是那个水神出来之前，就把它灌到几乎快没有，再加一些直伤，他才有办法去偷到这一把的胜利。对，不然就是主教的那些守护 combo 出来之后，其实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用，而且外加你还会打自己2点，这个副作用就会稍微尴尬。因为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夜魔有出什么，如果我自己的主战者已经受到几点伤害，会有什么能力之类的。因为1代出到后期其实就有，例如说我们已经遭受到几点伤害啊，会跳出很大只的、很厉害的那个从者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对，但目前是没有，所以对，就是要玩这套牌的人来讲，你要学会怎么控制伤害，什么时候可以打自己的头，什么时候不可以打自己的头，对，就非常的微妙。没错。那目前的新卡情报就是这些。那对了，还有一张，我记得还有一张，等一下哦，我记得我还有一张，这张跟这张，来。还有2张，但是请一天使雷娜，请一天使雷娜是中立的755从者，进化时使自己战场上全部进化前的从者卡进化，看似非常厉害，但是呢，重点是他真的屁股还是太大了。你7turn呢？你7turn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让你的场上有从者才是个问题。对，而且就是他是使全部进化前的从者进化，这种时候通常不包含他自己。通常啦，但实际上你们可以用用看，我觉得是偏娱乐。我觉得偏娱乐。如果你的场上就是
哦，有几种情况会用到，例如说，好，你今天呢，我们艾米莉亚套魔，对方解不掉，那你才丢雷娜啊，可以全部进化，全部走头，哦，听起来好美好哦，但是真的会这么美好吗？是个问题。就像我说的，就是一代环境超级多必杀，你有些职业呢是套魔没有用的，对，有些职业套魔根本就没有用。然后其他的话，像傀儡好了，傀儡你六特你要说，例如说他丢那个啦，永兴的共斗，你觉得他会解不掉吗？我觉得解不掉，我头也要爆开了，我一定会解啊。所以你说雷娜真的有东西能进化吗？我觉得这点是比较偏存疑的啦，就是除非说你有办法把一些东西变成零废丢到场上。比如说，好前面的那个，我们皇家不是有个可以把2变成零废吗？然后你就可以一起进化，一起进化感觉很厉害，可是没有及时，不能走头，你可能也只能拿来接场。对，那你说就是一群小小牙签进化后的场友，真的到很难解吗？我觉得是有点偏微妙，所以我个人是对这一张卡，我觉得偏娱乐啦，真的偏娱乐。嗯，对，那可以用到的情况有，就是像主教、护符教。护符教你在叫鸟的时候，你可以就是啊，回合开始叫鸟，雷娜丢下去全部进化走头，哦，那这个很好用，这个很好用，对，这个就还不错。那复仇有机会，因为其实到后续啊，你拉拉米亚叫3只小飞机，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解不掉那个场的。那你再去搭配雷娜做个全部进化走头，其实是可行。对，它前提当然是要你解不掉那个场。所以你就是这张会比较偏向搭配一些你前期真的很大很大的场，能做出很大场又解不掉的那种职业，它才会比较偏吃香，对，它才会比较偏吃香。搭配景光不会想搭景光，因为搭了景光，景光也不会变鸡翅。然后它进化景光没有超进化就没有鸡翅，所以不会搭景光，所以不会搭景光。好。再来是我们今天最新公布的最后一张飓风天际格里姆尼尔，这是这次的中立的另外一张红卡，对，就是我们的看板角色之一。入场去使自己获得文章飓风天际格里姆尼尔，那它只有三费，感觉很棒，而且还是个2-3的守护。文章自己的回合结束时，如果自己的战场上有超进化的从者卡，则会给予敌方战场全部的从者2点伤害。我觉得这张超需要我觉得这张真的可能哪个职业都会考虑放。第一是他3趟无痛拿一个文章，因为他3趟就可以直接拿文章。那这个文章看起来是永久文章，因为它没有倒数。然后回合结束时，我们场上只要有超进化的从者，毕竟超进化是无敌的，所以你一定会有。但他没有说一张给2点，所以就是最多扫2点，所以等于说你无痛可以扫2点呢。对，只要有超进化从者的回合开始就无痛扫2点，所以你的结场就会变得相对轻松。对，相对轻松，我觉得很好，一定放，一定放，我一定放。我觉得这张很有用，真的很有用，蛮有用的。不管是快攻啊，还是说那种中速的体系，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帮你扫场，让你减轻结场压力的卡，都是非常好的事情。对吗？毕竟盾教有点太强了，如果你不做点可以反制的东西，他就会那个真的是直接无脑变 T0了，没错。对啊，你不需要什么爆能强化，不需要进化后才有文章，什么都不需要。然后2-3体质自带守护，而且它费用才3费而已，好强哦！虽然没有像以前的，风君一样是可以直接刷对面的头，对，但是确实是有搭配到这个净化效果去做一个特殊的这个功能，我觉得挺好用的啊。对吧？我们不需要任何代价就可以扫场那你这时候就是只需要那个，对，你这时候就是只需要在超进化的回合呢，能走到头就走到头，然后你的场就会变得干干净净、舒服。没错，舒服。先抽再说。
好啦，这就是我们本次的，就是已公开的情报的新卡点评。对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上传到 YouTube 上面。如果大家就是有什么就是想讨论的，也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，然后也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，感谢大家。那今天晚上6点会开直播，一起看新卡片，大家也可以就是来直播间跟我一起讨论，好耶！